CK3 的特制图标文件夹里面有一个疾病图标，这发挥了柠檬以及对应的英文 scabble， 很明显是坏血病。但是在原版的 CK3 游戏里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疾病呀。大家好，我是百合朋友引擎。实际上在 CK2 里面是存在坏血病这一种病的，它的图标长这样。下面我就用实机演示一下我们就用巴斯塔的杂种威廉好了。一般来说，在 CK2 里面1066的剧本英格兰 AI 吃鸡大赛里面不像 CK3 里面一样，基本都是威廉赢的。而 CK2 里面10把游戏里面起码有7把，基本都是哈拉尔德把2个人给干死。因为哈拉尔德的兵确实比较多，同时与现实相反，AI 控制下的哈罗德经常和威廉互杠，很容易会被这个哈拉尔德摘了桃子呀。所以我们这次威廉干脆选择躺平围着英伦三岛一直转圈。OK， 差不多3年咱们的杂种威廉也终于染上了坏血病不到几年威廉就病死在船上。如果威廉及时上岸的话杂种威廉很快吃下蔬菜水果，这病就马上治好了呀。镜头切换到 CK3 这次我们就选种田王开局直接去朝圣这里也是一直保证这个朝圣的路线上都在海上呀看看我们会不会出坏血病的事件。OK， 整整3年了呀，我们波西米亚种田王啥事都没有，成功上岸我操！当然，现实中小学科学都会告诉大伙，维生素 C 又名维他命 C， 又名抗坏血酸，又名 L 己糖酸内酯，是一种对健康非常重要的水溶性物质。即便是预备做100元吃1个月挑战的文科大学生，也要支出一部分去掂量一下这些微量的小家伙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以免患上让我看看夜盲症、脚气病、口角炎、低血色素小细胞性贫血、具有红细胞贫血、佝偻病、溶血性贫血，以及维生素 C 缺乏对应的坏血病。在 CK3 中，这个图标对于现代语境非常好理解柠檬嘛，亦或是柑橘、橙子这种含有大量维生素 C 的水果食用它们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坏血病。至于坏血病的症状，不如我们想象一下冒险的开始。这一切发生在1790年，你是一名大不列颠的守法公民，同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尽管你可能从报纸上看过，海峡的对岸一群农民攻占了一座小监狱，一片动荡。不过这和你独自在伦敦街上散步有什么关系呢？直到几分钟后，一群团伙在你的背后突然出现，其中2-3个人一边用棍棒打你的头，一边用力把你拽向某个方向。在他们的大力之下，你昏倒了。最后，恭喜你，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将是皇家海军光荣的一员了呀！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 Manning's Naval。Manning 指的是把 man 当动名词来用来表示把男人强行掳上海军的意思。相比思乡之情还是暴风雨，亦或是海盗，让你更加担心的是上船几个月航行之后，你身体里流出的乌黑腐臭的血，以及大腿上、小腿上全部发黑坏疽。你被迫每天用刀切开皮肉，以放出这又黑又臭的淤血。每天照照镜子，你会发现你的牙龈发紫，甚至包住了牙齿。你即便用刀去割掉这些死肉，放出许多黑血之后，依然没法吃任何东西。萎缩的牙龈已经无法再让你进行咀嚼了。以上就是当事人对坏血病的描述，而他在当时可谓是海上的 KD No.1。在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的300多年间，便夺走了200万水手的生命，造成的海上死亡人数比风暴、海滩、战斗和所有其他疾病的总和都还要多。不过，对于现代乃至当代的人们来说，坏血病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疾病了。除了这位孩子的案例，16岁，全身的出血点，以及入院的主要诉求为鼻血不止至少3天以上。但是奇怪的是，除了出血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症状包括过敏性紫癜常见的关节痛或者腹痛。同时，这个尿蛋白、血常规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一句关键的病史：不吃素。是的，你没听错不是素食主义者不是不吃荤，而是不吃素。我操，这小灯从小到大只吃肉蛋奶，不吃任何的蔬菜水果，非常的难以想象呀。同时提到坏血病，基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大航海时代和郑和下西洋的对比。很多的网友会去讨论郑和用豆芽发苗的小妙招来解除坏血病的危机同时另一部分作为反方辩友的网友
便会拿出豆芽的论文和其中的维生素 C 的数据来反驳，并且认为要按照我国居民膳食营养推荐表来补充维生素 C 的话，起码每天要吃半斤啊，这听起来就根本不可能啊！还是看看柠檬吧，各位观众。哇哦，根据计算，看来每位水手每天都要喝300毫升，而且是鲜榨的。真的要喝那么多吗，Captain General？总之，按照营养学的角度啊，豆芽含有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并没有大伙想象的说的那么不堪。至于郑和下西洋全靠豆芽补充维生素 C 的这个观点，主要是郑和的航线基本都是靠岸的。确实啊，他们可以选择喜好啊自由上岸去买豆芽吃，不是吗？除了这一段航线啊，船员确实要考虑一下这个遭遇坏血病的风险啊。OK，我是百威运金，期待与你下一次见面。